Hello，各位访客，大家好，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梁 P，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来到第五人格前瞻直播的现场。这次直播相信大家已经期待已久了，除了有全新的新赛季内容以外呢，也会为大家带来喧嚣马戏团剧情更新。有请我们的策划大大。Hello，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那这次呢，除了喧嚣马戏团的剧情更新以外呢，还准备了36赛季的相关内容，然后还有大家非常关心的公益活动。P5R 的联动第二弹，以及最后也会对近期的一些大家关注的事情去做一些回应。所以观众朋友们啊，稍安勿躁啊。我们本次直播呢，除了我们游戏内的内容以外呢，还有最近的一些热点问题啊。那么上来，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要讲点什么内容呢？我看到了弹幕说我们是录播啊，我看到说我们是录播还是想回应一下啊，我们这个是直播。是的，我们前瞻都是直播的哈。对。然后那首先给大家一些预热内容啊，就是我们先来带来感恩节的一些内容。那今年的感恩节呢，我们会全幅发放时装6折卡，然后角色解锁卡等奖励，然后同时会开启全角色的限免使用活动。同时，感恩节活动会在11月21日开启。参与活动呢，还可以获得相关的活动头像、头像框、记忆珍宝，还有排位保分卡等奖励。哇哦！那同时呢，它会有一批返场晚期的时装参与返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奇珍随宠迷你密码机也会限时返场，可以在活动商店进行兑换。这里我看到有很多最近新玩家是有一部分他们很喜欢像这个红夫人的一个这个皮肤以及原店的怪鸟，对，然后包括我们新玩家呢，可能有些不太了解这个迷你密码机哈，这个迷你密码机相信我们老玩家应该很清楚了。看了这个密码机，当时想起了这个一点有意思的回忆啊，820的回忆。是，就这个主要当时是出了比较严重的 bug 嘛，那也感谢大家的包容。那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去监测和修复 bug， 然后以提供给大家更优质的内容和良好的环境。当然话虽如此，确实我们最近因为更新了新引擎啊，也确实带来了非常多的 bug， 那非常不好意思。是的，那这应该是换掉了那个底层的一个整个一个引擎嘛，没错没错。那其实我自己作为一个玩家也玩了，也发现了很多一些问题。那是不是感觉这次上线的测试的充分不是特别足啊？其实我们在共研服也测了好几个月，测了非常久。主要还是因为第五人格原来它是一个自研的引擎，而且是老版本的，然后它本身问题比较多，然后线上呢运营了这么多年，它同时其实也是在修复了很多问题。那现在是升级成另外，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自研引擎升级到版本2，那它其实也是那个自研引擎，然后它确实没有办法消化这么多的一些内容，然后需要继续去攻克。那这边其实也说一下，整体来说，其实大数据的帧率是明显提升的，但确实现在因为存在一些问题啊，部分设备会有一些顿卡的情况，是之前没有的，然后以及会有一些音频的问题不一致的情况，还有部分的闪退，还有一些战斗逻辑跟之前不一样的问题，我们都在抓紧修复。另外呢，新引擎之后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去做更多表现和优化的一些内容，因为之前答应过大家嘛，后续我们其实也会去做排期，做一些内容的优化。那希望可以尽早的让我们这个引擎呢，变得更好。那也期待后续的更新。前面也说过会有一些联动的信息，是吗？是的。那接下来就是大家会非常关心的一个 P5R 的联动的第二弹内容。那第五人格和 P5R 第二弹联动将在11月7日正式上线。除了新的内容以外呢，我们此前联动的2个宝箱也会在这次进行返场。然后它包括了那个就是第一弹，还就之前的2个宝箱，还有就是我们第一弹的反抗之魂，其实也会保留，在这次上线仍然可以使用。是的。那像我们之前的联动，P5应该是很久之前最近反过，然后之前是很久之前的联动嘛。在模型上面可能是有一定的时间了，最近有优化的一个可能性在吗？就是之前其实有答应过大家我们会对部分的角色的建模去进行一些优化，然后这部分的内容我们已经提交审核了，通过后就会上线。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次的一个新内容。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位新成员，如之前预告的就是11月7号会有一位来自来访庄园的全新怪盗成员方泽霞，将作为法罗女士的奇珍时装和大家见面。是奇珍时装，是法罗的奇珍时装。那这只有这一个角色，那我们是怎么获得的呢？法罗的
方泽侠他是参与联动活动，完成一些任务就可以免费获得，就这款奇珍时装。而且呢，这次和上次一样，我们分享联动活动可以直接获得800灵感的一个奖励。哇哦，这也是法罗女士的第一个联动皮哈，而且还是免费的。哎，校服装是免费，那怪盗装要怎么获得呢？这次的怪盗装是可以通过消耗1388的回声去解锁一条新的路线，收集一定的探索印章后，可以觉醒新的就是怪盗时装。然后除了怪盗时装以外呢，还有新的随身物品、家具、头像，还有灵感等奖励。如果没有时间去干，其实也可以直接通过一定量的回声立刻去解锁。哦，我来解读一下，就是我首先参与了联动的活动，然后获得奇珍时装之后，再使用1388回声去解锁一条活动路径之后，通过参与对战和其他的活动来探索印章，然后解锁这个怪盗装，对吧？是的，差不多。就是我们获得那个校园皮之后呢，如果消耗回声来解锁新的路径，就可以直接获得觉醒皮。我的理解是通行证吗？是。对，就是通行证。对。哦，那这么一说，可能观众朋友们呢会比较知道一些哈。那就是如果我没有时间干，也是可以通过其他的回声去直接购买这个印章数量来直接获取，是吧？是的，是的，没错。OK。那更多的一个联动的具体细节，大家可以通过后续社媒发布的官方素材再次观看。那之前还没有获得新衣时装的，或者是还没有觉醒的访客，也要抓紧这一次的机会了哈。下一个重磅内容是在年度发布会上预告过的全新剧情资料片。那接下来登场的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喧嚣马戏团。首先，让我们来看一段剧情剪辑吧。月亮和吐鲁夜，他们这么称呼那天，有一个疯子杀光了所有人。娜塔莉，我终于找到你了，娜塔莉，我早该知道是在这儿。最后的演出将于3日后晚上9点举行，火光将为你们指引通往舞台的道路。午夜前完成谢幕演出的人，是我的错，会得到想要的一切。我们会忘记一切，重获新生。哇，天哪！我是作为一个比较喜欢剧情的一个玩家啊，里面虽然是短短的一个小视频，但是里面很多内容都是值得我们逐帧去分析的。而月亮公园呢，又是大家很熟悉的地图。那这一次呢，终于也是迎来在月亮公园发生的这些剧情的故事更新了。我个人真的蛮期待的。Happy， 你的那个档案馆的分析又可以继续了。确实又有素材可以剪了，对不对？是的。然后呢，在月亮河的惨案后呢，马戏团的一切本应走向谢幕。然后几位角色在此交汇的人生也应被画下句点，但却有人不愿离开。无忧无虑的麦克莫顿被永远的留在了那个夜晚，在掌声与欢笑的废墟中，全新的 ID 系列监管者喧嚣由此诞生。哇，这个就是监管者人格的麦克。我们看看这个例会哈。监管者麦克也依然保持着身为杂技的诸多经典特征，像他那个球我看到了，然后不知道这3种炸弹的技能在监管者这个喧嚣的身上是怎么样演绎的呢？他这3种技能其实是就是3个爆弹，然后它会对应着这个监管者的3个有点像 buff 区域。然后这个监管者他是一个没有直接的拿刀手段的，他需要利用这个 buff 区域给玩家叠不同的3层 buff。然后再去进行普攻，那就是那就控场监管者吗？难道是？不，它其实是一个追击型的。但是它拿刀的方式非常特殊。具体的技能其实也可以等一下之后的一个内录视频吧，可以更直观的来看到那个监管者的一个技能展示。那我个人是蛮期待，因为我比较也喜欢玩追究的监管者嘛，我没有普攻的追究的监管者。
对，就它的拿到方式会比较特殊殊。对，是的，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那当然啊，刚刚也说了，这个角色的一个是一个 IP 角色嘛，对不对？那它什么时候上线呢？它会在11月14日正式上线。那与此同时呢，新角色喧嚣的赛季精华也是在这个节点上线。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赛季精华的一个海报吧。哇哦！我看到哭泣小丑，对不对？是的。还有舞女。是它这次的宝箱呢是新监管者喧嚣、西式时装、星之王、哭泣小丑、奇珍时装、熄灭的太阳，还有舞女的奇珍时装、琉璃的月光。哇，这个真的非常具有马戏团风格的设计啊！这个哭丑跟舞女的时装还是挺精致的。对，就是我会觉得它的后续的像原画呀、像建模，包括宝箱头像都非常好看，IP 可以后面期待一下。可以。那除了宝箱时装之外呢，我相信大家比较关心这个接下来版本的一个福利啊，到底有什么呢？那当然，我们11月14号会上这个新角色还有宝箱，那也是资料片正式开启的一个节点。那大家只要在游戏内去分享本次活动，就可以领取35赛季的精华3，也就是新监管者喧嚣的宝箱10连。另外，登录游戏参与全新的剧情版本，然后还可以获得活动代币，然后在活动商城里面兑换最多20连的赛季精华，还有蜘蛛的奇珍时装聚光灯下。哇，这就是蜘蛛的一个新的一个紫皮，是可以参与活动兑换的。除了就是30个珍宝之外，然后外加一个蜘蛛的紫皮，对吧？没错，是的，是30连，30个宝箱。那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哈。没错。那哈皮有没有兴趣 cos 蜘蛛紫皮？这个我还是没有这个能力啊。但是最近那个游园会以及 CP 展上的 cos 蜘蛛的小姐姐，确实 cos 非常的还原的。是的，确实非常惊艳。对。然后这边再跟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年我们更新的是一个相当于是角色故事支线剧情，所以我们是并跟去年的那个主线剧情它所赠送的时装的品质不一样。今年是奇珍的，到后面主线剧情更新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个西式时装。是的。那我的理解就是这个主线是这个西式时装不会变，不是我们把这个福利变了。是的。对 ，OK。然后对这次其实除了这30抽，还有推理之境上嘛，我觉得应该还是蛮容易能够获得自己心仪的时装的。是的，好。OK， 那除了赛季精华和蜘蛛的奇珍时装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活动代币去兑换马戏团里各个角色的一些其他奖励，包括个性动作、头像框等等。然后完成剧情活动后呢，可以获得杂技的独特时装、压轴表演。那这个其实是跟之前的主线那个不太一样，它可以在战斗中出现的。它是一个独特的时装。战斗中出现？是的，就是跟我们的正常独特时装是一样的。好的。那主线版本上线的时候，有开启一些新的 PVE 副本或者是现实玩法。那这一次是支线。有没有呢？我个人还是蛮期待的。也是有的。那我接下来一个一个说啊。好。那首先我们会有一个现实的战斗玩法——中场狂欢，会在这次的资料片版本中开启。那在1v4的非对称玩法的基础上，我们会加入特定时区去抽取卡牌，来构建整个的一个技能体系的这样的一个机制。然后今天呢，我也为大家准备了简单的玩法展示视频，大家可以先来一起看一下。
哇，我看到什么？杰克连续挥动了好几个无人，回到了以前旧版本误区杰克那种感觉了。对对，这个其实主要也是抽到了比较适配的一个卡牌。那其实这个玩法就是用大家最熟悉的一个1v4的对称的一个玩法的机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呢，在不同的节点可以选择不同的卡牌去构筑自己的一个流派，让自己的这个角色比如说在某些方面得到强化。像刚刚杰克。史诗级加强，对对对，但求生者其实它也是有可以应对的一个方式吧。对。然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新追加的玩法，因为我刚刚看弹幕里面，其实有很多玩家担心，就是日常的匹配会不会变成这个？就因为我原本是个竞技游戏嘛。对，没错。对，但这个其实是一个娱乐玩法。那如果不体验这个呢，其实也是基本能够通过日常的匹配去拿到其他的奖励的，这个其实问题是不大的。哦，好的。那这个有点类似于就是给自己除了基础属性之外呢，还有再加额外的技能嘛？像刚刚舞女就用了园丁，类似于园丁的盾，对不对？是的，是的，其实也会非常期待有不同的一些套路出现吧。是的，那就看看这个玩家有什么奇思的一些套路在里面了。没错，期待大家开发各种各样的套路。那除了现实玩法之外呢，公共地图月亮河嘉年华也会同期上线。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本次公共地图的一个局内展示吧。好。我看到什么？刚刚，这个求生者，对，我牵你，你牵他，牵成一条线。对我也看到了很多弹幕，看起来就会比较喜欢这种比较抽象的一些内容。但我自己其实会比较喜欢哈哈镜。当然哈哈镜它所呈现出来的表现也是抽象的，但它其实是属于叫做我们整个就是现实生活中它会存在的，而且我小时候经常玩。现在玩不到了。我幼儿园的时候我也玩过。OK， 我们其实也是想把这些很多体验内容能够在游戏里呈现出来，然后让大家能体验到。是的，而且刚刚我也看到有一个是套圈圈吗？那个是？对你路过了一个套圈的一个地方。对，是的。那套圈套中了是有奖励吗？还是？我们刚刚视频没有展示哦。套圈套中的其实是一个家具里面的一个小组件，它是有奖励的。套中了可以把那个奖励拿走。直接拿走。对，直接拿走。等一下，就是它不是套的给你玩，而是套了之后是可以直接拿走的奖励，是吗？是的，可以这么理解吗？是可以这么理解，当然它是有上限的。对。那行，那我就得要去试试，到时候出来之后。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什么内容？刚刚也好像看到是摩天轮，是吗？没错。还有过山车。摩天轮，过山车、热气球，这个是这次公共地图的一个特点。虽然说原来的地图也有，但是这次是可以上去的。上去，大家可以邀请亲朋来一起搭乘这个摩天轮或者热气球，来享受这个在游乐场的一个时光。
哇，可以。那这次也是增加了很多常规地图没有办法体验到的一些小互动。是的。那届时大家呢可以跟朋友一起来玩哈，也很期待看到更多的优质的二创作品。没错。然后也感谢就是很多二创的朋友们。那然后这次视频中呢，其实还有很多交互的点也希望大家可以挖掘。是的。那随着剧情的更新呢，喧嚣马戏团的各位角色 EP 也会一同更新。其中包含了舞女、蜘蛛、野人、哭泣小丑、小丑，还有杂技演员。然后已经拥有角色的访客可以在维护更新后是直接领取的。然后新监管者喧嚣的角色 EP 呢，也会伴随着精华宝箱开启同步上线。也就是这个出角色的时候啊，喧嚣出来的时候。对对，是的。那专员老友主也是刚补完这个 EP 嘛，那其他老角色 EP 也会赶紧跟上了吧？是不是？是的，就是之前我们有答应过大家，魔术师的这组 EP， 它就是在本赛季会上的，所以它会逐步的去完成，并且发布的。那以上其实就是本次月亮和喧嚣再起全新剧情版本的内容啦。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好。那在整个剧情版本之后呢，我们会迎来今年的公益活动。刚刚确实看到很多玩家也是等不及了，一直在弹幕里刷安妮的公益皮。对，没错。那这次的公益皮呢，其实就是之前所公布过的儿童自闭症的公益项目。对的，大家非常关心的玩具商的那个公益时装。没错。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本次的时装海报吧。这个就是本次的玩具商咫尺微光。哇哦，这个场景真的非常的温馨哈。然后今年的公益活动是在11月28日开启，主题为1%的星球，每个人的内心都是一颗星球，万千星球组成了人类意识与情感的宇宙，而安妮是穿梭其中的星星们的守护者。在这次活动中，安妮发现了一颗星球，它被裹在厚厚的云彩里，属于一个特殊的小朋友。我们将跟随安妮了解这位小朋友身边发生的事，并记录他的成长。然后这次活动中呢，也可以获得对应的头像，还有个性动作等一些奖励。然后是的，也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对大家能更多的意识到孤独症群体所面对的困境啊，并学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关怀他们，向他们传递爱和关怀。那11月28日公益活动开启后呢，玩具商的奇珍公益时装也会同步上架商城，大家可以前往购买。是的。那本次公益时装呢，也是按照以往的一个公益捐赠形式，我们会扣除渠道费用后，把所有的收入都捐给慈善机构。捐赠事宜完成后呢，我们会在官方社媒进行公示，也期望通过第五人格让特殊的群体获得更多的一个了解和关爱。是的，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一个新赛季的有关情报了哈。没错。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看36赛季的精华海报，它是非常特殊的风格。这是冒险家西式时装报社主编，然后调酒师奇珍时装校对人，还有博士奇珍时装裁纸机。等一下，这个非常摩登时尚的风格，但我看到有个蛛网，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冒险家扮演的是报社主编狼蛛，然后表面上沉迷于编撰廉价的儿童读物寻宝图鉴，然后调酒师是在故事中扮演的一名刚刚被推荐到这个报社任职的校对人，然后博士扮演的是报社的情报搜集员。这里呢我就不过多去透露剧情了，然后到时候大家可以通过精华 PV 和时装设计思路来获取更多的一个设计细节。是的，那我已经期待精华 PV 了。那精华 PV 都说了，那新赛季的推理之境也跟大家讲一讲呗。毕竟这个推理之境呢，是大部分玩家都能拿到的这么一个时装。没错。那 S36赛季的推理之境呢，是画家奇珍时装多色印刷，然后这个时装它的设计和精华1的宝箱是同一个主题。对，风格是一致的。是的。对，相似风格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会爆料这个赛季的排位珍宝，包括了大副的西式随身物品、绝境、航船、
木偶师的奇珍随身物品纠缠，还有记录员的奇珍随身物品法典。那这个大腹金卦跟他自己半身金还是蛮适配的、哦。对，一艘船。对，没错。对，然后这个随身物品的具体效果可以关注后续官方社媒平台的展示。是的。那新赛季将于12月12日开启，届时大家可以登录游戏哪里去抽取自己想要的时装。11月的话呢，就不得不提到圣诞节了。虽然时间还早啊，但也没有多早，也蛮近的了。但是相信各位访客对今年的圣诞时装一定会感到好奇的。没错。那今天也带来了圣诞节的相关情报。那首先是迎来全新的那个圣诞时装奇珍时装风眼，大家可以看一下海报。哇哦，有点巫师圣诞老爷爷的感觉是吗？是的，是的，它跟圣诞老人它可能还有点不太一样。对，然后这件时装呢，它会在12月19日上架。那在今年的故事里，圣诞前夕，邦邦为了给风眼准备圣诞礼物，绑架了魔术师并且将自己的身体的零件作为演出入场券送给了小镇的居民。虽然风眼十分怀疑这个来路不明的魔术师但是为了满足邦邦的心愿，那以及回收那些昂贵的机械零件，那风眼不得不答应将家中专事一心，开启一场为时7天的魔术表演。那风眼还是跟邦邦还是蛮父慈子孝的哈。是。那就是魔术师跟邦邦应该就是活动皮了，对不对？没错。那圣诞的主题活动呢是在12月19日开启。那活动就是那个魔术师还有邦邦。活动时装就是魔术师和邦邦，然后是2选1的一个奖励。然后与此同时呢，往期的圣诞主题的活动时装也会通过活动商店去返场。还有就是那个商城时装，它也会在商城进行返场，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换上心仪的圣诞主题装，然后前往朋友的归宿来一场圣诞 party 吧。当然是圣诞的归宿家具也其实会一起返场。是的，那大家可以一起期待一下。今年的新用户真的非常的多，所以我们这边其实在近期的几次也都是选择把更多的内容返场给大家。没错，没错。是的，那圣诞节的公共地图也一次返场吗？一并返场吗？圣诞节公共地图有点不一样就是刚刚我们不是外放了公共地图。就是曝光了公共地图的月亮河嘉年华嘛。那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个月亮河嘉年华专修一番，变成一个雪花纷飞的一个氛围。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就是会大家可以来感受到一个圣诞的一个节日的一个气氛。我理解。雪地版。我的理解就是雪地版的月亮公园，就圣诞节版本的。那我们这一次可以说是玩法大大增加了。是的，本来它会加入一些些，对，它还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加入一些雪地的一些玩法吧。欢迎大家前来体验。是的，那我在脑补各个角色的一个滑冰的样子了。没错。那一直以来公共地图确实受到了大家的喜爱然后我们也在各大平台就是会刷到大家在公共地图跳双人舞和自创的一些热梗非常可爱。那与此同时呢，也关注到大家非常喜欢在自定义模式去定制各种各样的规则，来去玩各种各样的玩法。那玩家之间呢，也会去共创完成一种娱乐模式。是的，像我平时有时候也会留意到，在自定义房间里面有很多玩家去组一些局，然后他们制定一些很有意思的规则。那难道是官方要提这一点，是要告诉我们要上线什么新的内容吗？是的，没错。那为了能够满足大家天马行空的创意，然后我们即将推出一个全新的玩法，随笔浮想玩法。那大家可以在游戏里去指定这些规则，然后来实现自己的一个玩法。那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看展示视频吧。
看到了什么？自定义地图吗？这是？简单说就是大家可以去自己去编辑组件，然后创造一些事件应用到游戏里，然后去定制一些规则。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哈皮啊，你觉得，如果你觉得现在版本对吧，求生者秀姬稍微有一点点快，那你可以在这个把它调慢。哦，就是我把它调成几百秒开一台密码机。举个例子。当然也可以，甚至你可以让它开7台。哦。甚至你可以让它开7台。对，就是它其实是属于叫做调整地图、调整组件、调整规则，然后来自创各种各样的玩法，也可以像图中所示的一些无中生有，然后通过一些事件，然后定制出全新的玩法。那图中的2个案例其实就是玩家所创造出来的一些玩法，我们用现有的一些工具给它做到了上面。哦，是的，那就是大家大展身手的时候呢，因为我相信自定义有很多玩家有不一样的玩法嘛，它可以直接应用到地图里面。那以往那些这个自述规则、自定义的这种玩法，可以在接下来这个模式里面自己去大展身手了哈，我还是蛮期待的。是的，那我刚刚看到弹幕里面也会有一些玩家在会担心嘛，那我们其实也是在想，就是这个模式它虽然是产生 bug， 但是它不会影响到主流的模式，以及第5本身的一个匹配1v4的一个非对称的竞技，一定是我们投入人力最多的一个玩法。这部分是我们的主要内容，是不会被抛弃掉的，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就可以理解为这个自定义是玩家拓展玩法的内容，没错，游戏的根本内容还是以主为主。是的，是的，就比如说大家最近玩的模仿者吧，我们也会希望未来有一些能够像类似那么好玩的一些玩法出现。没错，没错。那期待有更多类似于模仿者或者是比模仿者更好玩的一些小游戏给我们玩家开发出来。没有别的什么信息了哈，过。OK， 行。那还有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内容，刚刚我也看到弹幕说了《演艺之星》，是，就是24年的《演艺之星》时装。那我们今天一次性就曝光这6件《演艺之星》的时装。首先是奇珍时装病患罗密欧，啦啦队员小明星，还有影视的乡村牧师。你看这个，哇，好帅啊！就是至少他确实是罗密欧。对，没错，不是对。是，之前我们有个错误吧？对，这个。然后呢，还有作曲家的被遗忘的乔治，记者梦境中的爱丽丝，还有愚人金的淘金客。是的，那是什么时候上线了？演艺之星的这一批时装，它会在12月26号起陆续分批上线。对，没错。那这边也是期待很久的观众朋友们呢，肯定是也是感觉到了。那具体的消息可能得要等官方媒体跟我们就后续的一些正式曝光。是的。那今天其实我们的游戏内的内容其实就到这里了。等一下。OK。秋决能说吗？秋决是吧？对，我们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们其实一直以来都担心一点，就是官方一直不通知，然后我们就不能提前准备去线下看比赛了。所以这次能早点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吗？OK， 24年的 IVL 秋季赛总决赛线下场馆是在杭州电信中心，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场馆。对。然后因为时间在元旦期间确实是应该更早的提醒大家然后来更合理的一个安排时间。是的，是的。那大家如果想要去线下，可以提前预约酒店呀，或者是车票之类的。是的。这样子的话呢，能更极大的这个避免这个行程的不确定性。是的。大家可以安心了哈。然后我看到了弹幕说宁夫奖的，非常非常抱歉，宁夫奖就要等到下次的春节前瞻直播了。对。行。然后这边也在额外再说一下，跟哈皮说一下，就是我们未来也会因为一些情况，可能大部分的时候的那个决赛场馆都会在杭州电竞中心。这也是来自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吧。后面我在整体回应问题的时候呢，也会说到的。是的，所以说观众朋友们稍安勿躁哈，因为后面我们不是这个也看到大家的这个发言了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的等待一下，马上就可以再跟大家聊聊别的一些问题了哈。是的。那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游戏内的情报呢？今天的其实已经全部结束了。因为我们怎么说呢？这有观众朋友怀疑我们是录播，其实这个东西呢，我个人辛苦哈皮没辛苦，我直接拿一下吧，让观众朋友们看看你们自己的一个弹幕吧，好不好？我现在也是看到满屏弹幕了哈。呀，不知道观众朋友们能不能看到我手上的这个平板哈？
误会了，这你们实时发了弹幕哈，应该会有个直播的几秒钟的延迟吧？但这是你们实时发了弹幕，观众朋友们。啊，对，其实有看到大家所提到的回应问题啊。对。我先说一下福尔摩斯啊，就是福尔摩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在下一次春节前瞻的节点再去正式曝光。这次呢，我们就没有准备这个，因为一些审核的节点啊，或者排期的一个节点，其实并没有在这次准备啊，非常抱歉。然后就是一上来所提到的内容回应啊，那接下来就由我来直面问题了。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我这边一个一个跟大家回应啊，因为其实首先我想说明的一点是，确实我们的这个今天的游戏内的内容曝光已经结束了，然后如果因为后面的时间可能稍微有点长，如果不愿意听的观众朋友们其实是可以那个就不用再等待啊。但是我接下来确实会对近期发生的事情进行一些回应。那首先呢是大家提到的关于比如说昆虫内部爱影响排期的这个问题。那我先下结论啊，这个当然是没有的。当然内部的每一个玩家，内部的每一个工作人员他都是玩家。那作为玩家，我们肯定会有自己喜欢的角色，或者呢经常使用的角色。但是这个东西它不会影响到工作流程上。比如说我们的排期它会有一个底层的逻辑，我们的高级时装它的排期会基于一个就是综合游戏的使用率，然后角色上线的节点，还有历史的一个高级时装的数量来综合判定的。所以每次时装设计提需求的时候呢，其实会有一批排期它对应比较合适的角色。供文案同学选择，然后呢，对应的同学会选择主题相对比较合适的角色进行设计时装。但从结果来看，确实我们的有一些角色的排期有一些问题啊。那这边也解释一下，是因为我们的美术周期非常的长。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一个监管者他是8个月，那一个金皮平均是6个月以上。然后如果遇到双形态，还有一些像定制动作就会延长。定制动作呢，就比如像那个祭司的，就是这次夏日金的祭司的那个袖口，这个动作其实全动作是需要去定制的，也会去额外花一些时间。如果还算上假期的话，这个时间还会进一步延长。所以呢，我们会很早的对排期进行规划。因为规划完了这个排期中间的时间非常长，所以中间它有可能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事件，主客观因素影响。比如说联动、审核或者制作卡点。或者是一些外部的特殊情况，那这种情况会出现延期，就导致这个排期出现了变动。举一个例子，可能大家会稍微容易理解一点，比如说今年7月，它某一个时装因为某个原因跳票到了明年的1月，那我们就拿了一个储备的资源来补，因为这个储备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就可能出现打破这个排期逻辑的一个存在出现。因为缺乏风险评估、后备计划不充足等原因，然后在变动之后呢，就造成了一些角色出现了空窗期，一些角色高密度。空窗期呢，其实是比如像记者还有玩具商，这里确实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高密度，比如说像这次的昆虫的2个时装确实有点近啊，但是我们也看过昆虫的一个平均的投放时装，其实它真的不是那种特别频繁的一批角色吧。当然后面我们会更仔细的去做好规划，并且去评估好风险，避免出现类似的一些情况。然后独特时装也有类似的问题，当然它情况不太一样。独特时装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走这套排期逻辑，而是因为不同的活动和精华它是由不同的文案同学去负责，所以呢，在对应的同学在设计的时候只考虑了角色的适配度，并没有走那套排期逻辑。所以确实导致了现在这样的，比如说有的角色只有半身蓝，那还有的像小女孩连续出现2个活动蓝，以及这次精华又是一个蓝，3个蓝叠在一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确实是我们的失误。那后续我们也会把高级时装的排期逻辑运用到独特时装上面，去避免这个问题。所以呢，其实我们是没有所谓的内部爱啊，就内部恨呢就更不会了。真的要说的话，可能是有点叫做内部菜，因为内部菜，所以呢，我们出现了比如说文案错误，
或者某件时装出现问题，或者某个角色出现战斗 bug，那几个事情正好凑到一起，凑到同一个角色身上的时候，会非常容易让大家有这个感觉。那后续我们也确实会更认真的去对待这类问题，加强审核，去尽量去避免。然后希望确实大家真的相信我们吧，在工作流程上，我们真的是没有内部爱和内部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这个是回应了第一个问题。对。那第二个是关于像废稿三视图的标准，还有模型质量的一个问题被挤压的一个问题。那我这边这3个我来分开讲，其实结论会比较像。首先是废稿，也就是草图的一个数量。那我先说一下废稿是怎么产生的。在策划同学他提出一个需求到美术同学，然后美术同学根据这个需求去完成概念设计的这个过程中，它会产生一些草稿。它们不是一起产生的，而是在一次次迭代的过程中，因为一些经验不足或者之前提到的产能或者流程等问题，负责的策划和美术问题在需求和反馈的准确性或者说是风格把控的能力上有差异，那可能会造成了频繁修改，产生了更多的废稿。其实之前最明显的就是 COA 的黄衣之主，我们从第一版的草稿到最后的那个终稿，其实产出了最接近10版的一个草稿。那中途其实甚至因为风格的调整，然后更换了负责同学。而相对比较顺利的例子，其实是今年7月份的盲女时装，草稿到成稿它是1版过，只做了一些细节调整。那三视图的问题，其实怎么说呢？三视图里面的测试图，就三视图本身它只是一个制作阶段的参考物，它其实是起到了一个传达给下游同学更清晰的制作构成和设计痛点的一个作用。这就导致了在这个完成的过程中，会有侧重点和完成度的一个差异，再加上负责同学的习惯、能力还有风格不一样，导致最终呈现效果出现了一些差异。但是还是请大家相信就是设计同学他会尽最大的一个努力去完成自己的一个作品的。但是确实三视图里面测试图它从功能来说，它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宣传物料。因为它只是一个美术在制作流程的一个产物。那之后呢，我们也会考虑一下是不是要把测试图部分给删除，避免大家产生这样的一些争议。那至于最后的建模部分，其实大家应该能感受到，哈皮应该也能感受到，就是我们现在的建模同学真的是非常给力的。大部分的情况下是能呈现出大家比较好的一些表现的，尤其是当我们内录发布之后。有一些反馈的一些问题，我们有看到比较高热的，其实也会去进行修正，在建模这一块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珍珠，我看到大家提的非常多。那这里首先我想说一下是，网传的图片关于珍珠的这部分，它其实有非常多恶意 P 图的情况，有部分的图片它是经过 P 图的，而且在对比后就是会有一些造谣污蔑的一个话术。那这部分呢，其实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法务取证。然后不同的时装，我们其实会为了性能去做一些取舍。有的时装的珍珠它会更精细，有的时装的珍珠会更方，然后有的时装珍珠是贴图。那圆的珍珠它一定是比方的珍珠的性能会更差。那建模它确实比贴图的那个所带来的性能压力会更大。但是这个我们当时其实是根据整个时装的面数批次的标准去考虑的，并没有说所谓的会去进行一些区别对待。因为否则就是如果超出标准，它其实会带来一些卡顿和掉帧的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联网的手游，一方面要考虑到目前比较主流的一些机型，另外一方面因为联网的关系会存在多个角色的同屏，模型的同屏，而且还有大量的战斗逻辑和技能表现在跑，所以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整体的限制。那这个限制我们其实会去保证在战斗内的表现是高配的表现是 OK 的，但确实有时候在龟速近距离放大之后呢，它会有一些表现差强人意。那这里确实就是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的废稿还有三视图还有模型，它本身是一个设计流程和标准的问题。
我们目前有跟竹美还有一些制作同学达成共识，后续会尽可能去优化标准。那与此同时，我们之前有答应过大家，基于新引擎更优的一些性能现状下，我们会对往期的一些时装和随身物品，还有角色脸模去进行优化，包括像那个像调香的虚妄，佣兵的红衣人，还有像那个祭司最新的夏日金，这部分其实都会去进行优化的。然后是大家认为的一个皮套问题，我还是先下结论啊。首先，这个是不存在的。那我再介绍一下角色和时装的一个设计流程，然后再说一下大家会认为是皮套的一些元素的设计思路。我们的角色设计雏形一般是来自一个游戏初期的，它又会有一个大的一个角色池，里面呢会根据剧情的整个背景，然后审美的趣味、性格特征，然后技能机制去进行初步分类。那每个分类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主流其实是2点，一个是技能先行，比如像梦之女巫、古董商、跛脚羊。那这类角色的设计要求更多是出于对游戏竞技环境的一些需求。那比如最近的跛脚羊为例，战斗策划同学是先有了一个在空间中循环反复无法逃出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再针对当前求生者的一个拉点打法去设计了这样的一个技能组。那在完成这个技能组设定后呢，然后再将这个技能方案交给了文案同学，文案同学会根据这个技能结合表现形式，然后再对之前的角色雏形进行内容丰富，然后最终会出美术需求，然后主测通过后就会推进后续的流程。昆虫其实也属于这种，昆虫那个时候上线的时候，因为辅助角色非常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出一个全新的辅助位来丰富求生者侧的一些打法。那设计上是希望能控制一种创生物去推开监管者，还有通过推队友前进去进行辅助。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完整的剧情先行的，最典型的就是小说家，还有马上要推出的喧嚣。这种就是它的设计逻辑，就是在之前的一些角色设计思路中有提过。文案同学会先行设计它的一个完整剧情还有外形特征，然后技能同学再根据这些前置的条件去适配技能。比如说那个大家可能还记得小说家小说家我们一开始的他那个技能，但是其实控制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不成熟。因为命题设计的时候，确实会更难，对战斗同学会更难一点，所以后面进行了完整的一个重做。后续的时装设计其实也是一样的，它是会先有投放节点，再有投放的主题和选角，然后再分配给对应的文案同学进行外放。那每次的文案同学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的万圣节昆虫，它是由负责万圣节活动包装的文案同学进行设计的。同样，每一次的原画、模型、动作还有特效的同学也是不一样的。音效同学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其实只有1名音效同学。然后再讲一下这个元素的巧合点首先琥珀是因为它对应的是琥珀糖，然后约瑟夫呢用这个糖果是来封存灵魂碎片，同时也有关联万圣节不给糖就捣蛋这样的一个寓意。对，是的。然后同时呢，约瑟夫身上的那个图文，大家说是昆虫，但其实不是，它是蜘蛛。对，大家可以数一数它的腿，它有8只腿。一般昆虫是6只，然后3节，它是2节。是的，是的。蜘蛛其实是一个万圣节氛围元素非常常见的一个设计，所以我们也会认为这块是有呼应的。然后活动方面呢，其实我们也配套设计了一个做糖的小游戏。只是当时我们觉得叫琥珀糖不太好听，所以就选择了琥珀。时钟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这是昆虫的设定，昆虫在这次剧情里的能力它是逆转时间，选用了时钟，我们是希望这个能力能够让它更可视化。那时钟这个元素我们也会经常用到其他地方比如说之前的黄衣时装后背对，以及后面我们要上的一些时装也有。那至于说这个时钟的这个指针，它其实跟淘宝很多，就我们直接搜它的那个指针对应的节点就是在那个节点。我们当时其实是有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一看这个东西，它其实能够跟万圣节活动的之前的子夜所对应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指针的角度是 OK 的
所以也就是通过了，但带来了这样一个巧合。然后就有一个比较我觉得是个人比较离奇的一个推测，就是觉得我们是在10月7号上了万圣节的昆虫时装原画，然后呢，制作人的婚礼也是10月7号，这个其实稍微有点抽象啊，因为首先制作人的婚礼它不是10月7号，10月7号是那一篇网上传播的那篇文章的编辑时间，所以它确实是毫无关系。但因为这里涉及到制作人隐私，我就不会再去多说这个情况了。最后呢，也有一个请求吧，希望大家不要对真人照片进行 P 图后的一个污名辱骂，这个东西其实是违规的非常感谢大家。最后呢，再讲2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点啊，就是一个是团队的情况。大家其实会有说到第5人格的早期团队是不是都换掉了？当然不是，第5人格其实我们在19年的时候确实会有一批同学有变动，但是大部分的核心同学是没有变的，包括制作人，包括我自己，那包括主美，包括执行主美还有我们的一个文案战斗策划、主程等等。那这部分同学一直做到现在，大家是一个整体，然后在一个项目里做了5、6年，甚至7、8年。我们会持续为大家创作内容。如果我们犯错，我们接受批评，会去反思、去优化、去改正，希望能陪伴大家一起成长。另一个点呢，我有看到大家很多反馈啊，我这里因为反馈非常多嘛，我这里就一个一个能想到什么说什么，把一个个点说起来。比如说，有一些战队可能情况不是特别好，那这里的话，就是当官方联盟发现了这个情况了之后，我们其实会马上介入去帮忙去解决吧，以及最终也会起到一个兜底的作用。那第二个，比如说像创作者拖欠工资，这边其实也说一下，就是它其实不是创作者拖欠工资，在我们整个的复核过程中，其实首先之前是有一个规则的，就是如果不符合评选标准，那么其实它本身就没有这个工资。那比如说像有一些作品，它是重复的使用网络素材，或者有辱骂引战，或者有画面模糊不清，这种它都不会计入当期的一个活动，所以就会有参与了之后没有发奖的情况。那如果对自己的作品评级有异议的话，当然后续也可以在公示期间去联系小助手去进行复核。是的。然后还有比如说，类似于奖金，对奖金，对那个赛事奖金，赛事奖金可能有2个问题啊，就有一个是延迟发放，一个是那个觉得不够多，对延迟发放的问题，其实也是因为这个我们的整个奖金是要走我们内部的一套流程，然后去一个步申请，最后再给到那个俱乐部。那有时候俱乐部为了配合我们的流程，它需要出示一些文件。那有时候因为我们内部的流程问题，然后有时候也是因为部分俱乐部的一些这个交接会有一些问题，所以这部分它确实有一些俱乐部它存在的那个像奖金存在还有一些活动的那个运营的补助会存在延期的一些情况。对，然后第二个就赛事奖金，这个奖金其实跟大家反馈的很多内容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希望追加奖金，我们希望能够出更多的时装，我们希望能够增加国谷的周边，但这个东西我自己其实跟哈皮你一样，跟所有的玩家一样，我是非常希望能够追加的，但是这部分它是在一个整个网易集团的流程里，我们需要去争取，并不是说我们今年赚得多，我们就能够去自主的去用这部分花在这里。对，我们其实也要去在集团的流程里去申请的。我们只是一个工作室，很多投入的想法，我们要去上面去申请，然后最后要审批然后确认之后才能去具体追加。所以会有很多身不由己的情况。那国谷周边呢，很多时候要走自研的这样的一个流程。对。那日谷很多时候是走的授权。国谷可能就是来找我们授权的不够多。当然，我们未来也会更主动的去寻找授权合作。对，我们是希望国谷这边的周边也是能够起来的。
对，当然说了那么多，就下次直播的时候我在不在，可能就不知道了啊。对对对，那其实一句话吧，我会尽我自己所能去为提升大家的这个体验而努力吧。对，是的。那像刚刚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了，毕竟我们时间有限。那刚刚福尔摩斯的爆料也说了，应该是下一次前瞻可以吗？这个应该可以吧？下次前瞻是会出现的。对，所以观众朋友们呢，上欧洲慢慢等啊。下次前瞻其实很快，就春节。对，春节其实非常快了。那就是年底，10月底。其实是吗？2个月。2个月，对吧？2个月不到，应该就会跟大家再次见面了啊。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模仿者更新啊，因为模仿者已经出了快2个月了吧。目前没有什么内容更新，我感觉我们包括我也玩，很多玩家感觉内容已经玩了太多了，太重复了。OK， 模仿者我们后面也会去持续的去推进，去更新内容，包括像角色，包括像12人模式啊，包括像那个新的图，但新的图的它的那个节奏会慢一点。对，但是12人模式角色和12人模式是会比较快的会比较快的。是的。那真的这次我相信也有很多这些问题回应了哈，也有我们接下来版本的一些内容。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次前瞻的全部内容。那非常感谢大家能听到现在，我们春节前瞻再见，拜拜。